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啊。这应该是我们11假期之后的第一期视频啊。这当然我们是提前录好的啊。这期视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 OPPO Reno S ACE 这台机器。与其说主角是手机，不如说这一期呢，咱们跟大家聊的是 SuperVOOC 超级闪充聊充电器送手机。这台机器呢，作为这个 Reno 系列的一个小的分支变种版本吧，这个其实亮点还是不少的。不客观正题，小白测评，咱们一起来聊聊 Reno S。马上开始。咱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充电方面啊，这个 SuperVOOC 这个技术沟通会的时候，之前我们发了一期这个体验的 Vlog， 大家可以在频道里边翻看一下，那个有非常详细的65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体验。其实呢，它是用了这个氮化钾的技术，但是它这个体积啊还是挺大的。这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 iQOO 这边44瓦的跟这个苹果的 PD 18瓦的充电器啊，它这个充电器应该是目前我们拿到的所有手机充电器里面最重也是最大的一个。希望后面呢，它这个体积上呢有再次的这个优化或者是调整一下，就是现在确实挺大的，但是它的速度还是非常逆天的。这个65瓦，我们也拍了这个相关的特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最主要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是你是在亮屏的情况下，还是在熄屏的情况下，它都能达到相同的瓦数。就比如说，它大部分维持稳定的时间呢是在55瓦左右，那么你亮屏和熄屏呢都是55瓦，这个就非常给力了。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充边玩，就一点不影响你这个充电的速度。这台机呢，其实我们已经体验一段时间了。先来说一下 ID 方面啊，就是我有点不太明白这一次这个 OPPO 呢，它摒弃了它之前这种一体化非常强的设计，而是采用了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跟 OPPO 之前的机器气质不太像了。首先在 ID 上面的变化，它后边的这个一个长条形的这个设计元素是没有了，还有就是 OPPO 标志性后边这个防止镜头磨损的这个凸起的小圆点，它也是没有了啊。但是呢，这次它这个镜头啊，它是整体的模组上面有一点凸起，这个跟之前这个 OPPO 的 Reno 2呢是不太一样的。这个 Reno 2是一体化更强，然后有这个机械结构，这台机器也没有机械结构，所以说在大的这个标签化的 ID 设计上呢，跟这个之前 OPPO Reno 系列的机器不太相似，但是它这个四边的处理啊，还有就是边框啊，还有就是底部啊，这些地方呢，跟之前这个 OPPO Reno 2呢是非常相似的。这台机器呢，它一直在强调自己的这个游戏性能啊。首先在这个扬声器上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观，这也是之前它有机械结构做不了的。机械结构呢，它这个前面这个扬声器呢，就只能坐在里边，然后是非常小的。但是它这一次呢，它非常宽、非常大的一个顶部的这个扬声器，然后呢，它没有了机械结构，然后变成了一个美人尖的这么一个设计。我们都打到设置界面，在正面颜值上呢，其实跟 Reno 2呢也是有个比较大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它四边都要比 Reno 2稍微的更宽一点。这个 S， 首先是额头有这个摄像头就不用说了，它下巴上也要更宽一点，包括两边都要更宽一点点，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啊。这次提升非常大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直屏90赫兹的一个屏幕。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1+7T 呢是这个直屏90赫兹，还有就是 Realme X2 Pro 这台机器也是直屏90赫兹，那也就意味着 OPPO 系下半年所有的旗舰全部都是90赫兹，也就迈进了这个90赫兹的一个时代。当然，它目前呢这个支持的90赫兹的游戏呢还不是太多，但是如果业界这个屏幕都能到90赫兹了，那么对游戏方面这个带动呢肯定也会更多。这个相信后面游戏方面也会有一些跟进。这台机器呢是这个8.7毫米的一个厚度，这个由于没有了机械结构，然后它摄像头呢也是凸起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手机的握持质感上呢，其实我感觉要比这个 Reno 2呢更好一些。摄像头方面呢是这个4800万这个 MX586的主摄，然后加上300万，然后加上800万，还有一个200万，就是有一点点凑数啊，但是它整个的这个模组呢，这个四摄啊，跟这个 Reno 2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四摄。OK， 那咱们不废话，直接看一下 OPPO Reno S 的实拍样张。OK，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ACES 这3个英文字母，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同时，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OPPO Reno S 的18项实测数据到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里面，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
都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处理器方面还是例行下半年旗舰的这个升级85 Plus， 然后加上了一个 VC 的均热版。这个 VC 均热版呢，其实目前可以说下半年的这些旗舰，尤其是5G 旗舰这一边啊，用的是非常多。这个在散热的效果上呢，确实要更好一些。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 UFS 3.0。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S 的85 Plus 的跑分情况。说到85 Plus 呢，很多小伙伴就又提出那个疑问了，就是 OPPO 这边为什么没有5G 手机呢？这个 S 呢算是它的一个旗舰的一个升级了吧，就是下半年的整个配置呢还算是比较高的，但是它依旧是没有上到这个5G 这个 X50这个5G， 但是他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明年的这个几乎所有的机型，就是 OPPO 系的所有机型全部都会上到这个5G，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5G 上面呢，他们还是比较保守的。另外呢，它除了这个90赫兹屏幕，还有一个135赫兹的触控采样率。这个触控采样率呢，135赫兹的跟90赫兹这个刷新率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一期视频，就是游戏手机专题中跟大家详细的讲过。我通俗点说啊，就是同时点按屏幕135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它要先开枪。这个就非常明显了，反正就是你打游戏的时候，它反应要更快就可以了，也就是 S 这台机器更加强调游戏属性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如果强调游戏属性的话，就是没有肩键，也是它一个小的遗憾吧。如果要是再有了肩键之后，然后90赫兹的屏幕，135赫兹的触控采样率，然后这么高速的这个快充，然后息屏亮屏全是同码数的，那么就异常的完美了。这个没有肩键，稍微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作为游戏手机来说 ，ACE 它也是够 ACE 了。这个整体的配置上呢，也算是比较高了。我再多说一句，这个快充啊，这个快充呢是什么概念啊？这个65瓦，就是它几乎可以做到无感了。就是如果你带这个充电头的话啊，我前提是用它这个65瓦这个快充，就是你随时插上随时充，那就基本 OK 了，半个小时就可以把手机充满。39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它还没有上到4000毫安时，它常态的这个峰值呢都能达到55瓦，那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速度了。就是你到家了洗个澡就充满了，或者说刷个牙，这个喝个饮料，坐那待一会儿就充满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OK， 除了视频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们在那和你语音聊科技，聊数码，还有就是这些机型的这个数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进入。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与我们留言互动即可。OK， 不客观真品，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1+7T。